注意看，這個女人是全城渣男的噩夢，人稱賤渣女皇，專治各種感情騙子。可她不知道，自己即將面臨的最大獵物，竟是3年前被她騙光所有家產的鄉下窮小子。而她現在已是身價1000億的集團總裁，而這一切都要從一場精心策劃的反撈行動說起。此刻，女皇夏妃正以救世主的姿態，將剛從一個海王那裡騙來的30萬轉給了被騙的女孩。沒錯，夏妃就是反撈男聯盟的創始人，她唯一的宗旨就是除渣男，替天行道。之所以會這樣，是因為她曾被渣男前任傷得體無完膚，從此不再相信愛情，立志要讓天下渣男都付出代價。在閨蜜的協助下，夏妃迅速鎖定了下一個目標，一個擁有1000萬粉絲、專門哄騙未成年女粉貸款、使其人財兩空的網紅小馬哥。為了接近他，夏妃偽裝成揮金如土的榜一女富婆，成功獲得了與小馬哥在線下宴會見面的機會。可她萬萬沒想到，一個讓她意想不到的男人也出現在了這場宴會上。來人正是京城新貴顧氏集團總裁顧懷年。他的出現瞬間引爆全場，所有人都谄媚地圍了上去。夏妃卻心頭一震，這個男人不正是3年前那個被他騙走3000塊全部身家的鄉下土包子嗎？當初那個天真青澀的窮小子，怎麼搖身一變成了高不可攀的霸道總裁？夏妃來不及細想，眼看自己的獵物小馬哥就在眼前，他立刻上前搭訕。夏妃憑借住一身從拼多多租來的第2天就要過期的奢侈品，成功吸引了小馬哥的注意。就在他即將把這個色迷心竅的網紅帶回自己租來的豪宅，準備收網時，顧懷年卻突然出現，強勢地將他從獵物身邊拉走，還當眾攪黃了他的好事。夏妃還沒來得及發作，顧懷年又甩出一個重磅炸彈。夏妃用來裝富婆的豪宅，竟然是他名下的資產，而且租約在20分鐘後就要到期。計劃第一次失敗，但夏妃並沒有放棄，她很快再次找到了小馬哥，謊稱上次是被瘋狂追求者顧懷年騷擾，才破壞了他們的好事。小馬哥一聽，連大名鼎鼎的顧氏總裁都是他的追求者，更加確信夏妃是個頂級富婆，於是色欲熏心地跟住他回到了豪宅。夏妃故技重施，以資金周轉為由，向小馬哥索要200萬。就在小馬哥被美色沖昏頭腦，準備轉賬並動手動腳時，顧懷年竟然又一次破門而入。他二話不說就將小馬哥打暈捆綁，並當住夏妃的面宣布，這棟房子的租約已經到期，他要立刻收房。夏妃的任務再次被顧懷年攪黃，他氣得七竅生煙，質問顧懷年到底想幹什麼。這個男人卻步步緊逼，聲稱夏妃當年騙了他，必須要對他負責。更離譜的是，他竟然還想強吻夏妃。夏妃是誰？她可是賤渣女皇，一個反手擒拿就將這個不可一世的總裁壓在身下。原來顧懷年對3年前被騙的經歷一直耿耿於懷，再次相遇，他發現自己對這個又美又飒的女人產生了無法抗拒的佔有欲。他發誓無論用什麼方法都要得到她。然而夏妃的麻煩遠不止於此，一個名叫葛慕斯的女人出現了，她是顧懷年的狂熱追求者。在一次公開場合，她當眾給了夏妃一巴掌，罵她是妄想攀上高枝的撈女。也是從葛慕斯口中，夏妃才得知，原來3年前顧懷年並非偽裝，他真的是一個剛進城的淳樸青年，被騙走全部家當後，在街上流浪了3天3夜。這個真相讓從不內疚的夏妃第一次對顧懷年產生了愧疚之情。另一邊，顧懷年得知夏妃被欺負，立刻霸氣護妻，警告葛慕斯不准再靠近夏妃，否則就讓他和他的家族徹底消失。同時，他也對夏妃展開了更加猛烈的追求。他想加入夏妃的反渣男聯盟當僚機，卻被夏妃冷漠拒絕。這個從不低頭的男人，竟然為了夏妃的拒絕而深夜買醉。為了讓夏妃重新信任男人，顧懷年想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計劃。他找來京圈有名的花花公子林少，讓他配合自己演一出戲。而此時，夏妃也正好将林少定為下一個除渣目標。眼看夏妃就要輸掉遊戲，不得不在众人面前受辱時，顧懷年再次從天而降，他一把搶過酒杯，代替夏妃受罰，甚至不惜在眾人面前脫掉上衣，只為護她周全。夏妃的心再一次被這個男人撼動。然而惡毒女配葛慕斯並未善罷甘休，她設計在酒裡下藥，想讓夏妃當眾出醜。千鈞一髮之際，
顧懷年又一次替夏妃擋下了這杯毒酒。看着為自己喝下藥酒變得神志不清的顧懷年，夏妃又氣又心疼，只能將他帶到酒店房間照顧。在藥效的作用下，顧懷年吐露了所有真心話。他愛了她3年，被他騙也心甘情願。說着，他吻上了夏妃的唇，這是夏妃的初吻。面對男人炙熱的感情，他的心徹底亂了。一夜過後，清醒的顧懷年更加堅定了要得到夏妃的決心。他一邊暗中報復葛慕思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一邊對夏妃展開了更猛烈的攻勢。他得知夏妃的下一個目標是個心理變態的暴發戶，立刻追了過去，卻再次被攪局的葛慕思破壞。為了幫夏妃解圍，顧懷年竟當着所有人的面直接向夏妃求婚。事情的走向越來越失控。在一次盛大的晚宴上，葛慕思竟然請來了顧懷年的父母，當眾指責夏妃是勾引別人未婚夫的狐狸精、小三。顧懷年的父母不分青紅皂白，聯合眾人對夏妃進行人格羞辱。就在夏妃百口莫辯之際，顧懷年出現了。他當着所有賓客的面撕毀了家族安排的婚書，宣布夏妃才是他唯一的摯愛。為了他，他不惜與父母決裂，並用雷霆手段在30秒內讓葛家徹底破產。被逼到絕境的葛慕思徹底瘋狂，他拿起餐叉就朝夏妃刺去。顧懷年毫不猶豫地擋在了夏妃身前，任由叉子刺進自己的身體。看住倒在血泊中的男人，夏妃徹底崩溃了。她抱着他，哭着說出了自己的真心話：只要他能醒過來，她就嫁給他。可就在夏妃哭得肝肠寸斷時，本該重傷昏迷的顧懷年卻突然睜開了眼。原來他早就料到葛慕思會狗急跳牆，提前穿了防刺軟甲。剛剛的一切都是他為了騙取夏妃真心話而演的戲。還沒等夏妃發作，更大的驚喜接踵而至。顧懷年當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他已經買下了整個價值30億的度假村，送給夏妃當求婚禮物。面對着突如其來的霸道寵愛，我們的賤渣女皇夏妃竟然第一次感到了不知所措，轉身就跑。而顧懷年看出他逃跑的背影，露出了勢在必得的微笑。這一次，他絕不會再放手。